就看，排长，我这不是农民出身吗？听我的，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，带油带药，其他的都放着。排长，这么多军火，咱搬到火龙山不是挺好吗？你搬呢？定时炸弹，快！一支仅12人的特战队竟轻松闯入鬼子重兵防守的军火庫，甚至还安放了大量的定时炸弹，但也因此遭遇致命危机。哎呀，可带路！动手！而这一切只因周卫国带領特戰隊喬裝成日軍，準備炸毀鬼子軍火庫。可當縣城外圍的邱團長打響了戰鬥調虎離山後，軍火庫內的鬼子守軍雖然抽調了一半去支援，但由於3天前就特意戒嚴了，因此即便周衛國從鬼子的交談中套取到了當晚的通行口令，可依然危機重重。富士山が開れ。憑借着一身日軍軍裝及一口流利的日本京都話，周衛國順利帶隊連闖數道關卡。富士山が開れ。然而，當周衛國帶隊成功進入到軍火庫內部後，卻發現這裡除了軍火外，還有許多被俘等軍需物品。而想要發揮定時炸彈的最大威力，就必須將炸彈精準安放到軍火及油罐附近。隊長，我們15分鐘之後在這集合，定時炸彈調時30分鐘，明白了？明白。可經過幾番周折尋找後，卻遲遲沒有找到預定目標。然而就在眾人十分焦急之際，徐虎終於靠着敏銳的嗅覺發現了鬼子的油罐，並迅速安放好定時炸彈。與此同時，周衛國他們也順利地找到了鬼子的大批軍火，但這可把楊大力高興壞了，抓緊扒拉武器彈藥，準備帶回虎頭山。排長，我這不是農民出身嗎？面對如此多的軍火，楊大力動心也是人之常情。畢竟這麼多武器彈藥都夠虎頭山再裝備一個加強團了。要知道，當時八路軍主力每人往往分不到5發子彈，許多戰士一輩子沒摸過機槍。而楊大力的反應正是那種物資絕境下最真實的投射。但身為隊長的周衛國頭腦清醒，深知炸毀軍火庫才是核心目標，攜帶過多輜重只會拖累撤退節奏。於是當即下令只拿一挺歪把子機槍，帶足彈藥即可。排長，這麼多軍火，咱搬到火龍山不是挺好嗎？你搬呢？我們搬不走，也不能留給鬼子，全炸了。都炸了，那我做什麼呀？定時炸彈，快！是。雖然行動原本按計劃穩步推進，定時炸彈也都全部安放妥當，可正因這短短幾分鐘的耽擱，卻直接讓全隊陷入險境。就在他們準備收隊撤退時，竟迎面撞上了一支日軍巡邏小隊。而周衛國本打算照舊用通行口令蒙混過關，卻不料被鬼子隊長給叫停了。然而借火點煙還只是試探，緊接着對方又以周衛國臉生為由，反覆叮囑他們要加強警戒。但眼見局勢愈發緊張，趙守天已經做好了隨時動手的準備，只等周衛國一聲令下。可就在眾人都處於忍耐的邊緣之際，楊大力卻有些按捺不住了，因為鬼子隊長一直死死盯着他沒扣緊的軍裝領口，而就日本陸軍對軍容的苛求近乎變態，領口的風紀扣必須扣實，對方盯着這個細節不放，心裡其實已經認定這夥人形跡可疑。但楊大力偏偏不懂日語，還十分衝動，在高壓的陌生環境中，對方持續的注視會直接引爆那種被識破的焦慮。動手！隨着周衛國一聲令下，特戰隊隊員們瞬間與鬼子展開了激戰。眾人憑着清一色的20響德國原廠驳殼槍，一時間完全壓制住了敵方火力。而這款毛瑟 M712 全自動駁殼槍彈匣容量20發，連發狀態下火力密度堪比輕型衝鋒槍，近戰壓制力遠勝日軍的單發栓動步槍。況且12名特戰隊員個個彈無虛發，幾乎每顆子彈都能精準命中目標。可隨着軍火庫各處的日軍陸續聚攏過來，隊員們也漸漸陷入了苦戰。然而周衛國本打算帶隊撤出軍火庫，卻發現出口已經被日軍重機槍死死封住。大龍，打機槍！大龍作為邱團長的貼身警衛員，論戰鬥力在全團都能排得上號，其槍法更是百步穿楊，對着機槍陣地裡的鬼子挨個點名。但隨着戰鬥愈發激烈，不僅敵眾我寡深陷重圍，日軍甚至把山炮都拉了上來，而且小分隊的成員也接連有人受傷。學生，你沒事吧？接着上！眼見再不撤恐會全軍覆沒，周衛國當機立斷，下令用迫擊炮做火力掩護，全隊抓緊突圍。而且在一頓電光火石間，周衛國直接短接點火線路，竟在無鑰匙的情況下啟動了一輛卡車。只因抗戰時期的軍用卡車多為機械點火結構，無電子防盜，短接線路即可應急啟動。而這項應急啟動技巧，正是他在德國軍校學到的機械知識，剛好能用在突圍的刀刃上。但也就在他們剛離開軍火庫大門不久，定時炸彈也準時引爆，剎那間火光衝天。要知道軍火庫裡不光有彈藥，還有大量油料和炮彈，這種連鎖爆轟的威力遠非普通炸彈可比。而這座軍火庫被毀後，日軍正面部隊至少半個月都得不到足額彈藥補給。可原本這也宣告12人特戰分隊圓滿完成了預定任務，不料當他們衝出重圍後，清點人數時卻發現少了一人。少一個人？誰？楊大力。我吧，帶着戰士們去跟連長會合，我去找楊大力。快，隊長，不行，我跟你繼續，我們跟你繼續去。給我閉嘴！雖然行動已經成功了，可周衛國不願丟下任何一個兄弟，況且他會日語，獨自行動，目標小風險低。但不料生死兄弟徐虎卻怎麼也不同意他單獨犯險。我必須跟你回去，我答應過朋友，答應過朱大哥，
答应我誰都没用。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，明白吗？不行，水生，把他给我拖走！虎子，在众人的阻拦下，徐虎才暂时被迫拖走。那么这场营救行动究竟还会遭遇哪些危机呢？原本在外围带队接应周卫国的连长许光荣，会不会按约定时间撤退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解读。